大家好，我是大伟。小腹上面赘肉多，肚子里面是厚厚的一层脂肪包裹着咱们的内脏。面对这样的问题有很多人都非常困扰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减肥去瘦身，但是要么呢就因为动作难度过高，自己没有坚持下来，要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动作带来的效果和付出不成正比，最后没办法就放弃了。今天我要教给大家一套动作，这个动作可以深层的刺激到我们内部的一个核心肌群，从而加快我们整个腹部的一个循环代谢帮助我们更好的减少我们腹部的一个赘肉。同时呢，这个动作还有一个收腰的一个功能，就是你做完了以后，你的腹部就会往里面缩，而且很多人做完拿皮尺一量，明显的少了1到2厘米这个小动作真的是非常有用，大家做完以后感觉自己的腰围有明显变化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每天点开视频跟着我去做上一个2到5分钟，你的小腹就会一天比一天瘦。好了，现在我们来讲动作究竟怎么去做。咱们在做这个动作之前，一定要先找一下腹部燃烧的感觉。这个腹部燃烧的感觉怎么去找呢？双腿我们把它并拢，并拢了以后呢，我们把我们的脚后跟来回的抬起来，就像这样来回的抬起来以后呢，你会发现我的骨盆会随着我的脚后跟的抬起，会干嘛？左右的去转，对不对？现在呢，我们要人为的去加强控制我们骨盆的一个转动，就这样你看我脚尖抬起来以后，你看去找一下什么感觉呢？这骨盆充分的在转，而骨盆为什么能被你控制着去转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腹部的核心肌群在发力。你现在要找着一种什么呢？肚子向内收，同时用力的控制我们腹部来回的转动肚子向内收。你不要小看这样的感觉，其实你想找到是非常难的但是通过我们反复的练习手摸着我们的腹部，给它一定的感觉，给它一定的指引，然后呢，我们的骨盆来回转动控制住来回的转。好，当你感觉腹部向内收，内部有一种微微的发热发胀的感觉，那么恭喜你我们腹部的燃烧感已经找到了。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动作做一个加强，然后呢继续去保持这样的感觉，你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瘦腹的效果。好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加强，依然是保持我们之前双脚并拢，同时呢，我们要开始把什么手往上伸手往上伸，举过我们的头顶，然后把手合十，在我们的头顶合十，头部微微的向上看，然后把我们的腹部向内收紧。好，我们现在开始来做这个动作大家看正面给大家看一下转动，上身也会随着摆动。然后我们来配合呼吸，我们大约快速吐10口气，然后吸一下，吸1口气，然后再来就这样。这个感觉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做完以后不到1分钟，你会发现你的额头后背都会出汗，同时感受最强的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腹部。你会发现通过这个动作快速的加强了我们腹部的一个代谢，肚子里面是热乎乎的，而且即便你不发力，就是自然站直，做完动作以后，你的腹部向里面戳一戳都是非常的紧致的，这就是这个动作给你带来的帮助。好的，接下来我们再重新的讲一下这个动作，给大家再念一下大家最好跟着我一起去做。你看，双手举过头顶，肚子向内收紧这个要素一定要记得。然后开始把脚后跟抬起来，来吐气，控制你的骨盆来回的转动。刚开始你的控制可能不会那么明显，但是随着这个动作做下去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控制力会逐渐的加强。好，吸1口气，吐10下，就这样我们正常是1分钟左右为一组，每天做上一个3到4组中间休息1分钟。每天你只要能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的肚子就一天比一天瘦。
好了，今天的这个方法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手是身体的缩影，如果你一年四季这个手就像放在这个冰水里面一样，放在井水里面一样感觉热不足，或者呢你这个手上握拳感觉总是使不上力，你记住可以跟我做一个道家的好动作，叫做转八弓。我们这个转八弓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手上是身体的缩影，你每次在转的时候，无疑就是把我们整个身上去走一遍。而且这个转八弓特别有意思，就是以前的师傅告诉我，手上中间有一把火。我们去转八弓的时候，不仅仅是去转，而是把火点上这5个手指尖。你们做完以后，手指尖要有发热的感觉，做完以后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引用的是道家的一个概念，叫做9把火。那叫9把火呢，我出过一个完整的视频，你们感兴趣的可以在我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简介当中去找一找9把火。那么我们在这里先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呢其实是一个火口画了一个圆圈。那么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画一个圆圈，这2个火口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在一起捏，是不是就这样在一起拉？这个动作其实很多人刚开始做他是找不到的，我教你怎么去找。手这么转2下4下，你会感觉到发烫。如果有发烫的感觉，证明你的火还是比较足的。如果你转了一个7、8下都没有烫的感觉，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我们日常当中有一个锻炼动作，就是这么去转，手放到这里，慢慢的去转，不用很快，慢慢的你感觉这个烫的一个温度在里面出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但是这不是转八弓只是给大家引荐的这个动作，你们可以日常当中没事的时候做一做，特别是秋季、冬季的时候可以多做一做。那么转八弓是什么呢？其实它说起来它是比我们这2把火还要再高一个级别的。转八弓只做左手，右手不做。而且呢，这转八弓它中间是有一扇门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一扇门打开，把中间的这个火给它放出来，然后同时点着我们5个指尖。你看怎么去做你看1、2、3、4、5、6，看我手上画的这个箭头，这个箭头的方向分别是我们要推开门的方向，中间这条线我们就围着这边去推你看我是经常做这个动作，所以你会发现我的手掌上面是比较充盈的。什么叫充盈？就是推起来的时候是有波纹的，你看到没有？是有波纹的，这就是充盈。咱们自己看一下自己的手掌推起来的时候有没有波纹，而且手掌上面你注意2个厚度一定要有，这个厚度要是有的，这个厚度也要是有的。这个大鱼际这里要厚饱满一些，不一定是厚，但是一定要饱满。我们转八弓练着练个2个手，你别看只做左手2个手练完以后都一样它会有一种充盈的感觉，饱满的感觉，慢慢的去从上到下的去推。这个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很多朋友说大伟你做多少下？别问做多少下，做到发热。我这个时候其实已经热了，你们只要经常做，你会发现从上到下几次半边就发热，热了以后就开始推另外一边。这个热特别有意思上面不热，这里不热，下面不热，唯独你推的开门的地方热，然后把这里给推开。这里去推怎么推呢？我演示的时候我是这么去做，从上到下，但是咱们自己去做是怎么做？手掌翻开，这么去做，这样去做更好发力，看到没有？这么去做慢慢的去做，推下去这样去做更好发力，推到发热。一定要记得我们下面这个边要去推开一定要记得每个地方都不要错过。为什么？你记住手是身体的缩影就行了，记住这句话。慢慢的推开这扇门，已经感觉到整个门打开了，手掌这一圈开始发热了。好了，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转了。这个时候的热量就是控制在你手掌中间，上面是不热的，下面不热的，唯独手掌中间这个开始发热。那么我们怎么去做？中间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圆圈，那么我们要围绕这个圆圈去转。怎么去转？看好我画的这个方向看好我画的方向。因为视频拍出来可能是反的，这个时候你不能转反，转反就麻烦了，这就是逆行了。那么我们要去做的时候，手放大拇指，推到小拇指，然后再回来，大拇指到小拇指再回来，大拇指到小拇指再回来。我们就这样做，由内而外。你看一下我做的这种感觉，由内而外，慢慢转到外侧，引到外侧以后再回到内侧，
再引到外侧，慢慢的就这么推，就这么转，它就能把这个火给它送上去啊，由内到外，再由外到内，就跟着这个顺序来啊，记住这个方向不要反，大拇指到小拇指，你要实在记不住，你就记得大拇指到小拇指再回来。大拇指到小拇指转一圈再回来，这么反复多做几遍就是方向。你看我做到现在没几圈，但是我的手指上面已经开始热了。咱们很多朋友啊，自己做完以后不知道的，你就可以在评论区下面留上你的言，打上一个热字。你热的话打上一个热字，别看小小的一个举动，因为咱们很多观众啊，他是很多年都放在冰水里面的，他这个热啊不容易。你打了一个热，其实无形之中就帮了很多的人啊，点上5个手指就可以回来打卡了，打上一个热字。同时我建议大家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因为里面的细节很多，你可能今天看完以后明天就忘了，收藏下来每天跟着做，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转八弓这个动作，就我来说的话，我每天多做一次，都会做一次。那么视频的最后，我也想给大家说，可能在别人那里是不传之秘，但是在我大伟这里只要知道的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出来。没有关注我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一波，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脾胃不好的人有很多咱们脾胃不好的人其实都有一些问题那么总结归纳一下，就是首先会感觉到没有劲，整个人发虚。毕竟脾胃是后勤嘛，后天之本嘛，你吃的东西能量都靠脾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如果说脾胃不好，你的能量转化率就会大大出问题。然后脾胃不好还会出现什么呢？整个人他的气和血是明显不足的，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再往后说深一点呢，脾胃不好，它的舌头包括它往下走的这个口子也会不一样，舌头上面是白这个舌苔发白，两侧有齿痕，中间有裂纹。为什么呢？因为脾多则湿多，痰多。那么如果脾胃不好了，湿多痰多了，又会导致我们往下走黏不成形，上完厕所以后总是粘在马桶上面，这些都是常见的一些问题。总而言之，只要脾胃不好，你会发现各种的麻烦是接二连三来敲你的门。我知道大家听完了这里以后是非常的有共鸣，而且心里面充满了疑惑，应该怎么办？那么在这里呢，我来把一位97岁的老先生他自己用的方法分享给大家。这位老先生可以说是很接近100岁的，而且身体状态是一直非常的好，一直没有让儿女操心过。他从院里面退下来以后就很追求自身的一个健康，因为他在里面看过太多了。那么这个老先生他自己养脾胃他其实是有一套的，而且据他所说，以前拜过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师，这一套方法就是从一个老师当中学下来的。那这套方法是什么呢？分为10字口诀我把它说出来，你们就明白了。叫做3分饥，少而精，细嚼慢咽。同时呢，他说你记住这10字口诀，如果哪一天你脾胃弱了，我再分享给你一套方法。这一套方法你们只要结合在一起做，你会发现脾胃其实特别的好养，它只要强起来了以后很多问题都不再是问题。那么简单给大家讲一下10字口诀3分饥，顾名思义，你这里是一个大袋子。那么很多朋友在这里酸每天晚上睡醒了以后这里酸，为什么？你大袋子太大了。这个大袋子它是一个收纳袋，那么能大能小，很多朋友进去的东西吃的多了以后，是不是就会变大？那么3分饥就是你每一顿都保持饥饿感，它慢慢的就会缩小，慢慢的缩小了以后，你进去的东西就会少，那么出来的酸就会少，酸少了以后，你就能很好把控这个量，它就不容易往上去反。而且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你这个袋子一大了以后，你的2个叫喷门，是不是这个门也会变大，缝隙变大，那么你的酸自然而然就出来了。3分饥很有用，而且我查了很多外国文献，外国叫做轻断食，其实都是一样的。日常当中保持3分饥，少而精。顾名思义，你吃的要少，这个精并不是说精贵，而是不要去杂。你吃的东西要去比较的精，像比如说咱们很多山东那边的，他喜欢吃这个大煎饼。这个煎饼呢，它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因为它是粗粮，而这个粗粮呢，我们吃进去以后，它就不会让你的糖上下去浮动，这就是一个妙处我们吃的这个米饭也一样，我们要慢慢的去吃，少而精。菜也是一样，少而精，千万不要顿顿的偏食，大鱼大肉，这样不好然后最后一个很重点的点睛之笔，细嚼慢咽。
无论是什么菜，再好的美味佳肴，你如果是狼吞虎咽到这里啊，它的整个压力就会变得很大，因为它有很多的酸要出来，而且东西多了以后，酸多了，日积月累，你的这个膜还受得了吗？这个膜可以说是阻挡这个酸的墙，一旦它开始破损了以后，你后面想补上，那就需要不是靠你这么揉就行的，那就需要一些力量。所以呢，当你脾胃弱了以后你吃进去的东西一定要细嚼慢咽，每天把这个饭菜18下到36下自己数，数完36下以后，这个菜被你咬得非常的精碎以后，混杂着大量的这个唾液进去，唾液是好东西进去了以后，上面的压力把它分碎了，下面的压力就会减小很多，同时你的袋子也小了，那么日积月累下来，你的脾胃慢慢的就会强了。但是你记住有很多朋友不适合这个，为什么？因为4个字，虚不受补。你很多朋友在这个位置已经有问题了，他就光靠这个方法就不够了，怎么办？这个老先生也说了，非常简单，准备3样物品，人人家里面都有艾绒1小撮，花椒6到7粒，加上桂圆肉1颗，先把它去温实了，把它强起来，然后再把这10字口诀给用上，就这么一前一后搭配好，49天，你会发现脾宝宝、胃宝宝是很好养的，并不像你想的一样那么娇贵那么我们把这3样准备好了，放在研磨罐当中，把它捣碎了，加入适当的蜂蜜，就把它搓成小丸子。这一颗颗的小丸子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贴在我们的肚脐当中，把它封盖好。睡醒了以后把它撕掉就行了，非常的简单。小丸子当中，你看艾绒至阳之草，对这里好吧？然后我们的这个花椒窜走能力强，在里面它能起到调和的作用，还有我们的桂圆肉，这个养胃养脾也是非常有名的3元大酱在这里面，把它封盖好，它的气味包括它里面的一些成分都会被我们里面的小触手抓走，因为肚脐在这里在我们小的时候一个带子连在这里，里面的能量都是靠肚脐这里给的，所以肚脐这里它天生会带着这个能力。我们就放在肚脐当中，你把这2个方法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脾胃好了，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难。有很多朋友就难在了第2步，说这个方法我动手能力也不强，我自己也没有时间，怎么办呢？没有关系，我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你可以和我一样选择别人已经做好了成品，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盒肚脐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赶跑了难缠的脾胃。那么这盒肚脐贴它和我们自己做的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为什么会用它呢？从上面打开这个小盖子，轻轻的闻一下，你会发现它上面的选材用料很真，味道就很浓郁。味道浓郁说明它的选材用料错不了。同时呢，我们看这个小盒子盒子后面它有一个产品说明，除了桂圆、花椒，包括艾草以外，它还加了陈皮、白芷和生姜，用的料比我们自己用的还要足得多。意味着它来的要快得多。那么从里面我们拿出一个这个小封贴，就这样的把它撕开来了。这原来是一起的，我把它撕开来了，变成这个小封贴，然后从里面取出一颗做好的小丸子，你看非常的方便不用自己去做了，也好保存。这个小丸子把它和这个小贴片把它贴在一起，外面的包装要把它撕开来，每天晚上就封在我们的肚脐上，然后呢用完以后第2天把它撕掉。如果你不仅是感觉这个脾胃不好，而且你记住脾多生湿，身上的水气也重了以后你就把它贴在我们脚底的涌泉，就把这个涌泉也贴上，2个脚底每天晚上都贴上，1天贴上3颗。你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脾胃也好了，身上的水气也慢慢的悄悄的溜走了。这个方法我不仅自己在用，我的家里面人在用，我也分享给了很多粉丝家人朋友们。我自己用的时候，我给大家说一下自己的感受每天晚上去贴，刚开始2到3天没什么感觉，然后到了第4天的时候，这一圈开始发热，就感觉像个小太阳笼罩在这里一样，就感觉这里暖暖乎乎的，非常舒服。双脚脚底涌泉我也贴了，贴完以后就感觉脚底上面就像踩着小火苗一样，热乎乎的，非常的暖和。咱们有很多人不单单是脾胃不好，而且它这个湿还聚着这个寒。整个肚脐上面这一圈1年4季都是冰冰冷冷的。用了肚脐贴以后说，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我这个方法我用了很多其他的方法真的是感觉到很小，而用了这个肚脐贴以后你别说，
这一圈啊，真的是开始用手摸起来热了。我以前一年四季啊，都像这个冰水贴在上面一样，摸起来都是冰冰冷冷的啊。其实这个方法真的是让很多人得到了受益。你记住，肚脐贴，咱们晚上睡觉贴，睡醒了以后就撕，脚底2个涌泉也要贴，然后配合咱们的10字口诀1+1大于2。有的时候啊，你把方法用对了，它有的问题啊就不是那么的难。脾宝胃宝之所以娇贵，就像有些花花草草一样，你不会养它，它就很不容易养好。那么如果你方法用对了，它就容易养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大家一定要记得把视频的方法收藏下来，同时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谢谢大家。